周三和周四，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是首次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周四在头条位置，以近16分钟的时长进行报道。习近平为何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此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来看报道。习近平在此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肯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习近平提到，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观察指，2014年，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新型政治制度。时隔7年，在这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高度评价，称这一制度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从新型到全新，一词之变折射了更高的站位、更广的格局、更深的认知。而在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此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作出这样的论断：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呢，它是实现这3者有机统一的，所以这个制度它是关乎到治国方略的一个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立改废事左岸，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深圳卫视注意到，近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几部法律是习近平的此番论述的具体实现。在2019年修例风波后黑暴肆虐香港的背景下，2020年6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今年3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修订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可以说，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香港止暴制乱、确保爱国者治港、为香港的长治久安提供的双重保障。此外，今年6月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该法成为中国反制西方无理长臂管辖的法律利器。我们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把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习近平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郑有年此前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谈到了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西方定期投票民主的根本区别。中国式民主其实际上还是强调有序的政治川移嘛，对吧？政治川移，我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这个政治川移的政党。你去看看，就西方基本上说，我4年投票1次，5年投票1次，就是政治川移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的川移的话，
差不多每天都在发生。你想想，我们做一些重要的法律、重要的政策的话，花多少年时间在出台呢？我们的那个以前的物权法，我们去年的那个民法典啊，是叫民法典的吧？民法典花了多少年呢？西方老是说我们专制，如果专制的话，一句话就通过法律了吗？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少年的，比西方还慢呢？就是我们要科学化，通过老百姓的参与嘛。我们哪怕制定一个“十四五”的规划呢，通过广泛征求不同的意见呢，对不对了？这个表明这都是民主的一部分。在这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还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他强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正因为它这个民主有多样性的一面，然后民主它本质的含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谁最有权利来评价它呢？人民是不是当家了？人民这个当家的感觉怎么样？当家之后有什么收获？自然是人民自己最有这个说话的权利，他人他者他国没有这个权利来或者是没有发言权。民主好不好，管不管用，人民最有发言权，实践最有说服力。因为西方的民主理解就是一人一票，多党，政权轮替，不轮替还不是民主。民主的本质是政治参与，是政策参与，是吧？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现在长大起来了，我们要用自己的这个定义，对吧？重新的阐述。那么西方就是对中国很矛盾，一方面看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另一方面说中国没有自由。那到底中国的发展起来是有自由发展还是没有自由发展呢？那个发展起来，那么肯定有自由的嘛。另外，周六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文章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你好，那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今天新华社提前刊播，那管先您对此文有何学习体会呢？好的，主持人。那么新华社今天的这个电稿啊，就特别标注，这呢是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17号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那我个人认为啊，这篇重要讲话它极具分量，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大家认真反复研读。讲话它所传递的发展理念和政策趋势，将会深刻影响到每个中国人的福祉与生活，和大家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今年中国的最大盛事，当然呢是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7月1号，站在天安门城楼，总书记在那一篇历时55分钟、长达7200字的纲领文献讲话中，在阐释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时啊，总书记就特别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那这一段表述呢，当时就已经被媒体广泛关注，认为极具信号意义，代表着执政党的政策宣示和庄严承诺。那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重大议程进行怎样的顶层设计，如何来谋划部署与推动，在执行层面如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今天公布的这份重要讲话给出了权威解答，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需要指出的是，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分析了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恶果与深刻教训，
强调我国必须要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那么这当然意味着执政党的极大的勇气与担当，也意味着中国主动求解共同富裕这一道全球性治理难题的意义所在。甚至呢，我还要指出，这一道治理难题一直是被很多国家、很多执政党他所刻意回避的。那么就拿美国来说吧，作为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那么至今仍然有4000万贫困人口，近3000万美国人至今没有任何医保。当然了，美国的贫困标准它是高于联合国标准的。那在我看来呢，席卷全美的黑命贵抗争，一定程度上就是贫困问题所导致的社会与族群对立的总爆发。那么美国沦为全球第一疫情国，新冠病毒闹出这么大的灾难，各种调查统计都表明，低收入者是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但是呢，当初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为何穷人很难接受新冠检测以及药物治疗时，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这样回答的：事到如此，你敢想象会有中共官员这样回答问题吗？那么对于实现中国式共同富裕这份路线图，您有哪些观察呢？总书记在这篇重要讲话中对共同富裕做出了精准定义，强调呢是全体中国人民，是14亿人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它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那么在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成功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之后，那么总书记就强调，现在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为此呢，他给出了3阶段路线图，最终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推动的共富目标和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是同步的。我想这也不难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这也是今天外媒的讲话关注点。路透社电稿今天就以此为题说 ，Xi says China will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y around 2050。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在2050年左右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就政策趋势而言，这篇重要讲话无疑信息量极大。总书记主要谈及6个方面，那么每一个方面它所涉及的政策意涵都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比如呢，总书记谈到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那这个群体它涵盖哪些对象呢？如果说公务员、国企员工、高校毕业生、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那这些个群体构成容易理解。那么总书记同样谈到的技术工人与进城农民工群体就应该予以特别重视了。总书记说，要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要加大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随迁教育问题等等等等。那如果联系到近来国家对职业教育与高精特尖技术企业的强调，那我们恐怕会有更加深刻的这个理解。总书记还谈到，要适当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一线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的工资待遇，包括要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等各类财产性收入等等。我想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政策信号。好的，非常感谢管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周4开始，零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南昌舰等参演。南昌舰首次出国演习，并担任此次中俄海上联演中方指挥舰。中方参演装备还包括固定翼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重要装备，俄方装备则包括877型潜艇和大型反潜舰等。这样的阵容对外释放出什么信号？中俄各种联演机制化，两军战略互信水平不断提升，对地区局势稳定有何重要作用？石红独家观察。欢迎回来，直播访谈栏目由东鹏灵堂冠名播出。累了、困了，和东鹏灵堂。周4下午，在俄罗斯彼得大堤湾水域，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的开幕式，在中俄海军南昌舰和响亮号新型护卫舰上分别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副司令员柏耀平与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滨海混合区舰队司令卡班佐夫海军少将共同担任演习导演。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美日印澳4国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军演，这也让中俄军演颇受外界关注。外界注意到，演习是中俄2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做出的正常安排。我宣布，中俄
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现在开始。中方参演兵力分别来自东部、南部、北部战区海军，包括南昌舰、昆明舰、滨州舰、柳州舰等新型导弹驱护舰、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以及固定翼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据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局太平洋舰队信息保障处消息，俄方参演兵力包括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20380型俄罗斯英雄阿尔达尔齐登扎波夫号和响亮号护卫舰。2艘扫雷舰、877型乌斯季伯利舍列茨克号潜艇，以及1艘导弹艇和1艘救援拖船。这次演习就是为了巩固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双方战略互信，深化友好务实合作，锤炼部队实战本领，提高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一次演习的话，我可以呢同时让3个舰队的这些舰艇呢都得到锻炼。这个实际上呢也是中国海军的近些年进行联合演习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可以使得不同的战区海军之间的它的这种联系呢会变得越来越密切。因此在未来作战之中呢，像不同的这种舰队之间进行联合也好，进行协同也好，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会非常多的。所以要平常就加强这样方面的一个锻炼，就是对他们的作战能力的提升就是大有益处。中俄兵力主要围绕通信演练、编队通过水雷威胁区、消灭浮雷、编队防空、对海射击、联合机动、联合反潜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还将使用多种新型武器弹药开展实际使用武器演练。此次中方参演的水面舰艇编队自10月上旬陆续离港，到10月13号抵达俄罗斯彼得大帝湾。此次演习历时多天，这也是南昌舰首次赴国外参加联合演习。在演练中，我们将与俄罗斯海军舰艇一起，围绕编队对空防御、通过水雷威胁区、对海射击等多个科目进行实战化的联合演练。应该说，从未来作战的情况来看，水雷封锁的话，经常会遇到的事情。那么，如何去通过它，然后呢去进行扫雷？那么这些呢都是很现实的，所以说演练这样的科目呢，它是具有很明显的针对性，而且这次演习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它呢没有经过什么样的准备，直接呢就开始了，也就是前期的很多的这些步骤呢都省略了。那么中方的舰艇编队直接的到了以后，马上就和俄方的舰艇编队呢进行军事演习。海上联合演习啊，为什么说它的实战的性呢是特别清晰，那就在这里边。南昌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3代向第4代跨越的标志，先后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防空、反导、反舰、反潜武器，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可担负编队指挥和区域防空任务。南昌舰是海上重型武器平台，具备强大的对海、对空、对潜能力，同时具备较强的对地远程打击能力。有观察人士分析，作为当今世界海军最新型、最现代化的大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参加此次中俄联合演习，足以表明中俄两国两军政治上的高度互信。这次参与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是南昌舰的首次出国演训，他还担任中方的指挥舰。但这不是南昌舰的首次远航秀。早在今年3月份，日本自卫队就拍摄到南昌舰领衔的海军编队在对马海峡北上向日本海航行。8月份，日本再度在对马岛西南方向海域发现南昌舰等3艘舰艇。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的地点位于日本海北部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水域。必须指出的是，日本海并不是日本的海，而是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一片水域，是西北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大片水域为公海。这也不是中俄首次在日本海附近海域进行演习。此前，中俄海上联合2015中2个阶段演习区域分别设在地中海和彼得大帝湾海域、克里尔卡角沿岸地区和日本海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17 2个阶段的演习分别在波罗的海和日本海彼得大帝湾至鄂霍次克海南部海域举行。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常态化的合作形式。从2012年至今，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在7年间举行了9次，其中2015年和2017年都是分2阶段进行。中俄海上联演已经成为了提升两国两军战略互信水平、增进海军间的传统友谊、锻炼提高海上联合行动能力的稳定合作平台和交流渠道。中俄两国海军呢在一起进行联合演习，那是要应对呢共同的这种海上安全威胁的。那也就是说，谁对中俄呢构成安全威胁，那么我们就是应对的，就是怎么去进行应对嘛。这个实际上呢是说的非常明白。那至于说美日澳印啊，他们进行的这种海上联合军演呢，还是像之前美国不断的去拉的其他的国家去进行联合军演，那只要是威胁到我们整个这种安全的话，那肯定我们要做出相应的这种反应。中俄目前有多个军事联演项目，上一次大型联合军演是今年8月在宁夏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的西部联合2021演习，那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的大规模中外联演联训活动，也是中国首次邀请俄罗斯军队进入位于内陆腹地的宁夏参加演习。另外一些高度关注的是，中方数架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歼20也参加了演习，也是该型战机首次参与联合演习。这些都显示出中俄两军之间的信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解放军军机近期在台海进行演练活动，而民进党当局官员却大肆渲染所谓军事威胁，并寄望于美国及其盟友强化对台承诺，煽动两岸对立情绪。而美国多名官员近日高频次宣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国防部周5就回应表示，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实上，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周2接受美媒 CNBC 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台海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因为北京不必动武，依靠其经济实力就能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解放军军机国庆期间密集巡航台海，台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周4受访时宣称，已达到准战争状态布局，但台湾都有加以掌握，并进行相对应处。邱泰三还声称，相较过往以1至2架侦察机为主，此次有可以发动电子攻击的歼16和轰6、苏30等主力战斗机，还有其他预警机。这种机种配置的确对台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对于邱泰三的说辞，有岛内网友表示，邱先生反思，与大陆不友好，难道要大陆热脸贴冷屁股？有人讽刺邱泰三，只要说准战争一句话，年薪就500万以上加司机，真好混。近段时间，台海局势一直是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也多次出面回答相关议题，其言论也引发热议。对于台海局势，邱国正周4在台立法机构答询时又称，大陆现在缺的是师出有名，如果台湾方面有动作，大陆就有出事的借口，因此台湾方面没有必要起战。他还煞有其事地表示，大陆一有动作，我方会掌握。我们不是讲说用塑胶机在那边摆着不动的我们不是讲个毫无反应的。对此，有岛内网友讽刺，台军不是塑料，就怕是纸糊的呀。除此以外，邱国正也表示，台军原则上不做所谓时间表，因为战备整备平常就要进行，并没有分哪一天。邱国正日前还曾恐吓岛内，声称目前台海形势是40年来最为严峻时刻，解放军将在2025年具备全面攻台能力。大陆军机不断在台海地区就是进行军事训练，让台湾当局感到了极大的压力。那实际上台湾的军方也好，还有他陆委会的邱泰三出来也好，他这种表态实际上表示他真的害怕了。大家觉着就是这个好像他不怕一样，实际上他也是一种向大陆示软的一种信号。他们站出来也是向外部发声，让美国啊、日本啊，他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啊，加大对他的关注，来保护他。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周3公布的民意调查发现，岛内民众对潜在冲突的担忧比一般认为的还要强烈。
民调显示，有57.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担心台海会爆发战争，且这种恐惧已跨越台湾政党派别。无论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都对战争的可能性感到担忧。但国民党支持者比民进党支持者更担心会打仗。外界一般认为，台湾年轻人对台海局势较为天真，或不太了解台湾政治现实。但调查发现，岛内民众对军事冲突的恐惧并没有年龄之分，每个年龄层受访者的这一比例大概都在60%。不过，虽然对局势感到担忧，但大多数受访者仍然认为，现在还不是恐慌的时候。台湾民众也好，台湾当局也好，应该想到它的原因。他感到压力，感到害怕，那么原因不在于大陆，造成台湾社会面临巨大军事压力，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台湾当局路走错了。所以说，我觉得台湾老百姓想解除这种压力，那他就要去改变台湾当局。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两岸同胞都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紧张对立，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加紧进行谋独挑衅。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而美国近期再度掀起对台湾问题的炒作潮，从美国国防部到国务院官员均对这一中国内政指手画脚。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当地时间周日再次渲染中国扩大军事行动的所谓威胁。科比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依然坚如磐石，台湾和平与稳定符合我们的持久利益。就在科比发出这一言论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在媒体简报会上同样用坚如磐石来形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美台勾连也在加码。今年8月上任的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周二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萧美琴会见，讨论美台经济关系多项相关议题。美国打台湾牌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以后，他就感到这叫什么呀？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了，把压力传导到美国身上了。在这个时候呢，美国一方面要表态，要坚决的支持台湾。那实际上我个人感觉，那只是口头的一种回应。美方这一系列操弄是其集中打出台湾牌的展现。对于美方的此种行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接受 CGTN 采访时回应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建交和中美关系的基石，基石不牢，地动山摇，把基石当牌打，就如同爆星玩火一样危险。台湾方面也不要甘愿被人当牌打，自以为是王牌，到头来只会沦为废牌和弃牌。实际上，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接受美媒 CNBC 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台海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因为北京不必动武，依靠其经济实力就能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 I think China does not need to use force. China is a huge, powerful economy, and by increasing this economic potential, China is capable of implementing its national objectives. 他对我们就是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这种能力充满信心。那么第二个呢，他也对我们就是说，用和平的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也充满了信心。就是他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那么他心里有杆秤，他知道实力在什么地方，他对这个局势的大的这种方向和趋势呢，他有自己一个很精准的判断。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就是那种睿智也好，或者他人家的高度也好。俄外长拉夫罗夫则于周二表示，俄罗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香港中评社的分析认为，近期美媒多次询问普京及其他俄方官员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反映美方十分关注俄方的动向。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俄罗斯的立场态度的确会对局势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同，俄罗斯一向坚定站在中国大陆一边，并且不受挑拨离间。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台海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中国大陆不必动武，靠经济实力就能统一台湾。那刘先生，您对此怎么来看呢？我知道，在当前台海局势风高浪急，蔡英文当局顽固以武拒统，境外势力纷纷扬言要所谓的武力协防台湾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陆观众陷入到了一种烦躁与焦虑的状态。
认为和平统一台湾的机会之窗已经关闭，接下来要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武统，而且时间不等人，武统必须要尽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普京的这一番话无疑对于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极具启示意义，对于那些陷入烦躁与焦虑状态下的大陆观众，无疑是一剂清醒剂，也是一剂安慰剂。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清楚普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虽然西方国家普遍不认可、不接受他在俄罗斯内政上的作为，但是即使是普京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外交与军事，尤其是地缘政治博弈层面，的确是一个战略与战术上的大家。这些年来，普京一是通过屯兵俄乌边境隐而不发的方式，成功地阻止了北约与欧盟的东扩；二是通过突然出兵叙利亚的方式，不仅成功地保住了阿萨德政权，保住了俄罗斯在海外的唯一军港，而且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上形成了美俄两强鼎立的态势；三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不仅成功地利用主权问题吊住了日本，把日本撒得团团转，不断地给俄罗斯送上巨额投资，而且能够确保鱼饵不丢失，北方四岛主权丝毫无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克里米亚归属问题上，普京更是玩出了战略与战术上的神来之笔，用西方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游戏规则，也就是通过公投的方式，成功地将克里米亚收入了囊中，让乌克兰气得干瞪眼却无可奈何，让西方国家无话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普京看两岸问题的眼光也是准确而独到的。值得注意的是，普京认为中国大陆光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就可以统一台湾，这个也就意味着，假如算上中国大陆的政治、外交等等其余的综合国力，那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更是不在话下。而在我个人看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与军事实力，其实都是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普京的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中国大陆只要通过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改革开放，不断的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就可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解决台湾问题。普京的话本质上其实不是经济可以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发展就可以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是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就可以解决台湾问题。要是没有过去4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军事实力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赢得主动、占得先机，甚至连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都不具备。这也就等于是在变相提醒中国大陆，无论台海局势如何风云变幻，无论台独势力使出什么样的小动作，也无论美日澳英等国家发出什么样的威慑，无论你几路来，我只要一路去，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式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台湾问题最终就会迎刃而解。那么通过中国大陆自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会不会让两岸统一的步伐走得太慢，统一的时间拖得太长呢？实事求是来讲，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但是步子走得慢一点，时间拖得长一点，中国大陆最高决策层并不缺乏这样的战略定力，也不缺乏这样的战略魄力与战略眼光，更不缺乏这样的战术手段。要知道，过去70、80年来，大陆最高层在处理国家统一问题上，曾经有过几次神来之笔。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处理香港问题上。当时解放军不仅拥有3年内战赶走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气势，而且具备赶走英国殖民侵略者的绝对道义力量。按理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解放军顺势拿下香港，收回香港的主权，可谓就是探囊取物，
小菜一碟，甚至中国大陆完全不用一兵一卒，只要采取断水断电的方式，就可以自动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然而，当时的中央决策层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出人意料之外的反其道而行之，坚持通过谈判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香港问题。中方在战略战术上的定力与忍耐，不仅最终确保了香港的顺利回归，确保了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它还产生了几个意想不到的战略效果。其一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当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集体封锁与禁运的时候，香港成为了中国突破西方封锁的唯一出口与通道。其二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香港成为了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联系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窗口，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广东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香港的窗口与桥梁作用，就不会有今天的深圳。这就是战略定力、战略忍耐、战略眼光与战略气魄，尤其是在可以为的时候选择不为所带来的战略红利。同样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历任中央最高决策层其实也是在借鉴甚至是复制我们成功解决香港问题的宝贵经验。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与能力，我们也要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与战略胸襟，保持高度战略克制与战略定力，不急着武统台湾，甚至连近在咫尺的金门与马祖2个岛屿，我们也不急着拿回来。一定要坚信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着急上火，完全可以乱云飞渡任从容，慢慢来。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再接下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众议院周四正式解散，并将在10月31号迎来时隔4年的大选。日本朝野各党加紧攻势，面临上台后首场选举考验的岸田文雄表示，决心取得自民和公民2党的选举胜利，并继续执政。在野党阵营则准备联手合作，提出统一的竞选主张，在选区内联合推选单一候选人，以提高获胜几率。衆議院を解散する。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李森周四下午宣读解散诏书，宣布众议院正式解散后，在场的465名议员按照传统，在离职的同时高喊3声万岁。这意味着新一届众议院选举拉开序幕。按照惯例，日本国会多数党领袖出任首相，众议院选举意味着岸田上任不到2周就迎来一场大考。これから国民の皆様のご判断をいただ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大変厳粛な気持ちで今日を迎えております。この選挙を通じましてしっかりと我々が何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隠しごまかす改ざんするこの10年近く続いてきた一強による傍若無人な政治を終わらせる。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自民党原本计划11月7号投票和计票，但首相岸田文雄最后决定提前1周举行众议院选举。众议院从14号解散到31号投票计票仅17天，创2战以来最短纪录。而岸田本人担任首相仅10天就解散众议院，同样创下日本之最。日媒分析，岸田解散仅有1周就任期届满众议院，意在树立首相权威。岸田的自信，一方面源于日本国内新冠疫情近期好转，另一方面想趁内阁组建伊始，支持率相对较高时，争取更多选票。这场众议院选举呢，是他就任首相之后的第1场的大型的选举。对于自民党来说，或者还是对于岸田的内阁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选举。所以他只能赢得这场选举，而不能失败。因为目前呢，他面临的压力、自身压力、党内压力和社会压力都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他需要一个从选举的策略上来考虑的。在本届众议院解散之际，自民党和公民党执政联盟保有305席，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则占110席。
岸田上月当选自民党总裁时，把这次众议院选举目标定在超过半数，即执政党阵营获得233个议席就算胜利。综合多项民调，近50%受访对象准备在比例代表投票中选择自民党。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岸田设置的是一个几乎肯定能够实现的温和目标。在野党方面，为提高获胜几率，各个阵营准备联手合作，共同对抗自民党及其执政盟友公民党。其中，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提出统一的竞选主张，力求在220个选区形成在野党和执政党候选人1对1的局面。今年我们能看到，就是在日本的一些地方选举当中啊，在野党呢通过配合的协调的方式呢，赢得了几场地方的选举。那但同时呢，也目前来说的话，在野党即便是联合，还尚不足以能够完全去推翻执政党目前在众议院的一个优势地位吧。所以，即便这一次大选的结果的话，在野党可以拿到更多的议席，但是呢，想说大获全胜或者能够战胜自民党的话，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目前呢还是比较低的。外界还注意到，岸田曾在参选自民党总裁过程中作出承诺，包括推出令和版收入倍增方案、强化金融所得税、增加育儿家庭的居住费、教育费，在中央政府内建立健康危机管理厅等惠民政策，都在此次自民党众议院竞选大纲中悄悄地消失了，反而增加了不少迎合右翼势力的内容。日媒披露，负责选举大纲制定的正是现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及右翼的高市早苗。高市被认为是安倍晋三安插在岸田内阁中的一枚棋子，其中自民党主张日本的军费要突破 GDP 1% 的限制，达到甚至超过 GDP 的2%，完全超出和平宪法专守防卫的要求。更值得警惕的是，自民党将欢迎中国台湾地区申请加入 CPTPP 列为一项具体内容。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把未来持续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国家统一、破坏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作为一个选项，将给中日关系以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而对于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自民党却展现出不甚友好的姿态。CPTPP 签署国智利周三表达坚决支持中国参加 CPTPP 的态度，但日本参议员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佐藤正久却表示反对，声称智利尚未批准 CPTPP， 还不能参与新增成员谈判。上月20号结束的加拿大联邦大选，反对党保守党在多个华人聚居的选区遭到挫败。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协会近日召开记者会，指是党首奥图尔发表反华信息，导致失去华裔选民的民心，要求他立即辞去党首职务。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将于近期公布是否允许华为等中企进入其5G 市场。外界认为，这也是特鲁多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据加拿大国家邮报周三报道，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协会近日召开记者会，呼吁该党党首奥图尔辞职，因为其强硬的对华政策疏远了华人选民，致使该党在上个月的选举中失去了3个有大量华人的选区。该协会认为，党首奥图尔对中国的仇恨信息很危险。加拿大国家邮报称，保守党党首奥图尔的发言人未予置评。自从保守党在9月20号的联邦选举失败后，奥图尔的领导地位受到普遍质疑。在上月20号联邦大选保守党落败之后不到24小时，保守党全国委员会华裔成员陈伯特启动一项网上签名请愿，收集支持要求保守党全国委员会就奥图尔的领导力提前进行检讨，成为首个公开挑战奥图尔的党内人士。他也因此被停职60天。近年来，几乎所有加拿大议会中的反华议案，保守党都极力煽动。虽然加拿大保守党一贯对华不友好，但相较于前任党首谢尔，奥图尔明显更加强硬。在竞选前狂言，如果我做总理，将对抗中国。奥图尔认为，加拿大应以更直接的方式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加强审查中国公民及从事敏感研究的中国学者，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寻求同中国部分脱钩。他还主张与包括印度、日本和五眼联盟在内的盟国一起，在贸易上制衡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保守党的一些华裔议员长期冲在反华前线，这些人也遭到了华裔选民的唾弃。长期配合奥图尔反华纲领，炒作新疆所谓人权问题，并成为中国政府制裁对象的华裔政客赵景荣，在这次选举中惨败。另一名在加拿大议会中推动所谓新疆种族灭绝议案的华裔议员黄陈小平也同样落败。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黄陈小平所在的列治文市是加拿大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保守党为其极端的反华竞选纲领付出了代价。华裔选民还是希望，加拿大和中国持一种合作的、互利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和态度的，而奥托尔试图通过激化华裔选民对中国的这种不满来赢得自身政治上获利的这样一种不良企图，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分析指出，对华关系是今年加拿大选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与频频打反华牌的保守党不同，被认为搞砸了中加关系的特鲁多政府及执政的自由党在竞选中极力回避涉华议题。有媒体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奥图尔攻击自由党政府对华不够强硬时，特鲁多现场并没表现出斗志。他在胜选后还表示想改善中加关系。加拿大国家邮报周二分析称，随着孟晚舟回国，与中国的危机得到缓解，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明敦促加拿大企业挖掘中国的商业潜力。该报称，尽管两国政治关系已跌至历史低点，但经济关系有可能变得更加稳固。去年加拿大整体出口额有所下降，但对华出口增长8%，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今年上半年，加拿大对华出口额增长更快。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加拿大企业无法承担和中国搞砸关系的代价。